現在是5月12號，11點半了。沒錯，看到你在開車，就知道大事要發生了。因為你要專心拍攝。對，我們現在要去淡江大橋，然後它現在正在開。不過呢，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一點就是，它目前的 Google Map 還是沒有更新的。哦，你看這一條路還是沒有更新的。不過我們走上去再來更新。好，我們現在在這個新民隧道，你看這麼長。沒有啦，前面紅燈。紅燈哦。我跟你講，這些一定是都要過橋，要故意要過橋的。因為我剛剛早上的時候就發現有人說，淡江大橋現在怎麼樣啊？然後一堆人就說，很多人在旁邊等着要上去。我們就是因為家裡離很近，所以我們時間到了才上去。我們等一下過去跟大家講一下，第一天的感受怎麼樣？因為真的期待太久了。但是我覺得他選在11點半通車，可能是有原因的。不要第一天壓力測試就爆掉，不要早上的上班時間。老實說啦齁，我個人第一次在這個隧道看到車可以停成這樣，可以排到這麼長過。通常我都是在前3位。哇，剛剛看到一堆那個重機，平常也看不到的，應該也是為了要上去的。雖然說 Google Map 上面啊是沒有辦法過的，可是我發現啊 Apple 地圖就是有辦法。你看是不是 Apple 地圖就有這個橋可以過了？我們等一下來走走看。好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辦法看到紅綠燈啊？現在才剛綠燈，然後它大概很快就會變成紅燈了，很奇怪。今天應該是稍微有一點交通管制一下，前面車真的超級多的怎麼動對啊，不怎麼動，感覺我們應該還要再等個2輪。前面就3、4台車，才1台車過而已。天哪！是怎麼了？目前你心情感覺如何？就是有點緊張，因為呢，我們等一下是有事情的，我有點怕會遲到。我跟你講，這個第一天這樣子，我覺得這樣子的感覺應該會維持至少1個月，差不多1個月。對对对，我本來想說應該大家不會很好奇，沒想到大家跟我們一樣好奇。就是其實搞不好淡水閒人蠻多的，所以11點半這個時間呢，大家都可以搶着要出門。我覺得超不公平，因為以前有一個社子大橋，然後它開通了，還沒開通之前就已經可以上去走了。然後我常常在那個橋下彈吉他，然後彈的時候我就想，這邊怎麼有個橋，然後就沒什麼人過這樣子，然後這個就這樣子要塞成這樣。給大家看，哇，摩托車也要去朝聖了。這感覺可能有點不一樣，畢竟淡江大橋淡水人等了20年。錯，是40年。從有這個隧道以來，我第一次開這麼久，開出這個隧道，大概有10分鐘吧。前面應該有警察在管控，因為剛剛它綠燈了，然後馬上就紅燈，大概1秒而已。我們剛剛沒拍到。可能你綠燈過去了也沒有用啊。有綠燈了，那我不指望能走。跟大家說一個小秘技，其實從旁邊走的還比我們快。我們剛剛又經歷了一次有綠燈，然後都沒有動的樣子。現在幫大家數幾秒。這次比較久，25。然後加上前面我剛剛白浪費大概30秒左右，但是只動了不到1公尺。我跟你講，你現在看得到遠方淡江大橋上嗎？我覺得橋上好像是空空的，它可能是故意的交通管制。哦，你有看到嗎？有稍微看到，可是哇，現在有點老花了。沒擁擠啊。我不知道明天會是怎麼樣，不過從旁邊的人都有辦法動，我們這種從隧道過去的就沒辦法動。你看這個地圖啊，我們在沙崙路這一段啊，就是塞的。紅的，可是你看上橋之後就是藍藍的，中間有稍微塞一點點，但是沒有到很誇張。我這邊可以瞄到橋上，我覺得橋上真的還好。哇，終於要動了。哦，我們剛剛這一小段我們從11點半開始，然後走出這個隧道已經花了16分鐘了。我們現在換到左邊這一道了。然後呢，為什麼要這樣做呢？因為有些公車會停在那邊，要讓人下車，所以呢，大家有辦法的話，就先走到左邊這一道。天啊，動了30公尺，
好像賺到了那個樂透中獎一樣，中了500塊的感覺。趁着在下面還在塞啊，我整理了一些就是大家對這個淡江大橋的一些擔心的問題哦。第一個問題最大就是64會不會直接塞爆？因為巴黎那邊的人啊，他們就想說，我這邊對我來說交通沒有差，因為它本來就很方便了。可是他上了64會不會因為淡水的人跟他們一起塞64？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去的地方會走64，等一下幫大家看一下，可以嗎？但我覺得這個邏輯很奇怪啊，就是我們本来要上64的話，我們就要繞過去那邊上64嘛。那我們只是提早從這一邊上64而已，不是嗎？那就等一下來看看了。那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渡大橋會變順嗎？然後官方一直就是說，關渡大橋大概可以減少30%的那個車流量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因為我們今天應該不會走那邊。最近我都不走那邊，拜託我現在都要走這一條，好不好？不過今天真的是塞得蠻嚴重，我現在已經花了25分鐘，我還沒有上橋。那平常我從家裡出發25分鐘，我應該快要上關渡大橋了哦。不是，你要想說我是從那邊過去，然後我還要過關渡大橋，所以你現在是慢的。對对對，因為我們過去如果再過關渡大橋的話，又多了一個過關渡大橋的時間。好，然後第三個問題就是淡水會不會人變得更多？你覺得會嗎？就是假日塞爆，可是假日本來就塞爆了。這個我覺得還是要取決於房價吧。他意思是說，人會不會大家來玩的人太多，然後爆掉這樣子？因為從淡江大橋下來，比較離新市鎮比較近一點，很難說。開車的人，對，不好說。我們今天就是沒有特別去那個，就是隨便講這樣子，然後所以大家先原諒我們今天的口條，對對對，因為這個不是我們專業。如果你講說，淡江大橋好不好吃，我可能可以跟你講它口感怎麼樣。口感怎麼樣？你說說看。畢竟我們是美食旅遊的嘛。是。淡江大橋好不好玩？我覺得淡江大橋在這個位置上比較微妙一點，因為它離老街嘛，其實也真的沒有說很遠，但是它下來，其實我覺得是對於新市鎮的居民的確是比較受惠一點啊。好，第四個問題就是巴黎會不會突然大開發，變成一個熱門區域？這個應該是巴黎居民想要看到的吧？不一定哦，搞不好他們就喜歡就是清靜的生活。但是对於物流來說，因為巴黎那邊有台北港嘛，然後有很多的工廠，所以我覺得對物流來說可能是一大福音。不過我覺得有一點差很多，因為你知道嗎？淡水人最重要的是什麼？你知道嗎？最重要的一個休息地點，其實就是北海岸。其實我們現在多了一個西海岸。好，那我們離我們淡水最近的是什麼？你知道嗎？就是三芝。那我從我家定位到三芝啊，28分鐘。那你知道我定位到竹圍漁港多久嗎？要1個小時。不是，我定位是用有淡江大橋的，一樣是28分鐘，所以我多了一個西海岸呢。我變成說，我們可以在平日休息的時候，可以開個車就去那邊吃午餐就回來。沒錯沒錯，所以我們就擁有北海岸和西海岸的人。那當然就是如果巴黎的人，他們就多了一個北海岸可以用。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蠻多人偷偷心裡在期待，但是比較沒有發現的一個問題，不是問題啦。沒錯沒錯。之後我們會拍影片跟大家講，有些好玩的。好啦，到第5個問題就是開通初期會不會超亂？我現在告訴你，目前第一天超亂，我已經馬上可以回答你。幫大家實測。對對對對對，快要上去了，快上去了。給大家看一下遠方的車，其實還好沒有到很多就是管制啦。它讓大家塞在下面，不要塞在上面。可以，目前還可以。感覺要順了哎呦，差一點。車，我很怕旁邊的車會擠過來，所以呢就差一點點過去，沒關係，我們再等一個紅燈就好。好，那我順便問第6個問題，會不會有人停下來拍照？其實這幾天開始看到這個新聞，大家說你停下來拍照是怕你開車上去拍照。那當然不可以啊，開車的時候不能用手機。可是你現在直接把鏡頭轉向我們的面前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就可以解決這個解答這個問題了。這個橋已經變成一個觀光景點了。上去的人啊，現在可能比車還要多。
我跟你講啦，如果可以拍的話，我上去我會拍。可是你看我為什麼坐在這邊，就是因為我等一下想要好好的拍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自己開車啊，你不是你停在中間拍東西的話，應該要罰6000塊。所以提醒大家不要做傻事。他那邊應該是新聞台的記者，這麼專業的攝影機。你看，口很多哎。對啊，好熱鬧哦。它的熱鬧程度已經超越老街了。現在淡水可能搞不好有20%的警力都在這邊了。我覺得是附近的周圍的北投都來了吧。等一下，你可以觀察一下大家很關心的機車專用道，因為現在蠻多機車想要上橋的。我來先幫大家拍一下，是金鐘感觉林路。我們上橋還蠻空的。橋路，我是第一台，所以我有點害怕，怕走錯。我先來拍一下個旁邊的車子，那個好像不會很窄嗎？我拍不到。哇！前面沒有車。從巴黎過來的人更多表示說，還是我們等一下前面會？我不知道对对对。哇，對面的車好多哦。還是我們等一下到對面巴黎的時候，將近的時候就會被卡在那邊。不知道，我現在有一種很緊張的感覺，因為我前面沒有什麼車可以跟。哇，我雞皮疙瘩了！好多人來散步哦。我覺得這邊會變成淡水人跟巴黎的人運動的場所，因為大家上橋真的感覺很棒。我現在怕我是不是走錯路了？我是不是不能過去了？不管，反正就走就对了。你不要给我停下來，我罰6000塊。哇，旁邊好多人在那邊走路哦。果然是像我剛剛講的這樣子。現在下去的時候就有稍微塞住了，但是也還好啦。沒關係，你有沒有走錯都沒關係。我重點就是要過這個橋。現在這個是要往巴黎的方向，沒差，我們就往前走吧，因為我的導航還是叫我往前走。對，因為我們定位是要走上64，那這個應該是巴黎的出口，你要去到。那沒有錯了。對，哇，你看旁邊的車也還好蠻順的對面就不順了。怎麼會這樣？所以好奇的人，外面好奇的人比較多嗎？对，比我們現在還多。我們是實用的用途的。对，我們從這邊離開的人其實是少的，想要從這邊走過來的人反而多，所以其實外面比我們好奇。哇，好順暢，616161。好了，因為我們大概是11點半的時候到那個隧道口的，然後現在到快要過橋了大概是12點03分。好，這邊就先一刀未剪，然後就幫大家看看。那如果比較無聊的地方，我會幫你加速一下。按通過這個出口。然後幫我導航。好，沒關係。就走。1號出口。對。下交流道。下這個。向快速公路巴黎新變線。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台北港這邊了，這邊算是13行博物館附近。好快哦！我以前到底在幹嘛我到底在幹嘛？以前就沒有淡江大橋啊。這太爽了，這真的太爽了！而且你看，如果你直走就可以到林口嘞。真是開心。下去，我們現在今天要去101那個 YouTube 的 Google 總部。來了。对，没錯，64。沒錯。看他能不能很絲滑的接上那個64。出口下交流道，上高速公路，朝國一前進。等下見到朋友們就可以跟他們說，我們今天在來的路上水了一次片。這是可以在這上面說的嗎？一點也不水，你知道我企劃了多久嗎？我企劃了40年你都還沒出生。我出生了，我41了。我是怕觀眾會這樣覺得，但是其實這就是實測嘛。對，因為我們平常常就是 NG， 然後重拍很多次，大家沒看到。我們這一次就是讓大家看到真實我們平常的樣子。要看到你開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已經蠻久沒有開這麼長的路程了。
好感動哦！天啊，這個是以前要1個小時才有辦法到的地方，我現在已經到了。雖然說我塞車，但是我還是花了半個小時就到了這個地方。我們現在已經在6市上面了，很絲滑哎。沒錯，期待不塞車、不管制的時候。目前因為可能今天中午是很多人都還沒有放假，或者是正在上班，所以這上面是非常順暢的。然後就是沒有像大家說的，就是會塞爆。對，但是我覺得今天下面管制也是好的，因為畢竟第一天呢，大家很不熟悉這個路線啊，或者是你要上去的地方，那有人引導啊，有人幫你看着啊，其實我覺得還是有比較有安全感啊。哇，快要進隧道了！以前超麻煩的，你就是要過關渡大橋，然後慢慢開，然後看到那個廖天丁廟，然後再上這個地方，然後那邊也要蠻塞的，然後才會進到這個隧道。你看我現在隧道應該就在前面300公尺左右了。這段路對我來說好陌生，因為我們平常很少走這一條。對啊，不會特別繞到這邊來上這個匝道。對，我們當初繞到那邊的話，通常就可以直接上那邊的6市，就從五股那邊上。那我們現在住淡水的話，你可能要往一些什麼蘆洲啊，還是哪邊的方向的話，你過這個橋，然後就直接走這一條快速道路就好了。我也很期待我以後回三重會變很快。哇，觀音山隧道。你知道為什麼後來我出來都很不喜歡開車嗎？為什麼？就是我覺得我現在精神越來越差，尤其是我們有一陣子很常去宜蘭嘛，我覺得我只要一上高速公路，根本都還不用进雪隧，我就會開始就是精神恍惚，所以我就会慢慢的越來越不喜歡開車。但是我覺得還好，我不是那種就是久沒開車就會很害怕開車的人。你看前面有重機，我可以因為這樣然後買一台重機嗎？考慮一下。他平常就不會考慮了，他平常說不行。你看，果然面對鏡頭有不一樣的。你是故意的吧？一刀未剪，我跟大家講，一刀未剪。逼我就是錄下來證據是吧？沒錯，你就盡管生氣，我就多問一些你會覺得你一定會生氣的話，然後平常大家不知道的你。你看他笑哦，他平常可不是這樣的。如果問這個他可能就會講話變得很大聲。好，我說你幹嘛生氣？他會說。我就只是比較大聲而已。其實大家可能蠻喜歡看我們吵架之類的。沒有走過這邊，所以不知道一出去之後會是什麼。我覺得有一些路的設計就是很討厭，它讓你不熟悉的話，一走出去，然後你就沒有轉圜的餘地了。好啦，差不多要出這個隧道了。然後我剛剛的問題還沒問完，第7個問題，風會不會很大？其實我們一直都有上橋，風都還好，還蠻涼快的。然後剛剛上來的時候也不會覺得風有特別的大，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不用太擔心，或是之後有陸續更新再跟大家講一下。不知道，我們可能之後如果有騎車的時候再幫大家注意一下。然後第8個問題就是橋很美，到底實不實用？我覺得非常實用，我現在已經感受到它實用的那一塊了。橋實不實用，看你住哪裡嘛。對，然後目前大家的感覺就是它的觀光性質比較強。對，那我想應該淡水本來就是一個很觀光的地方，所以它應該會一直觀光下去。好，第9個問題，值不值得特地開一次去跑一趟，或是你可能住的比較遠的人？要啊，朝聖一下，蓋那麼久，對不對？我建議大家1個月後再來啊。對啦，因為你要是單純跑一趟來塞車的話，搞不好會生氣。不是，不要來，這樣我坐在那邊的話，對我來說我比較不會塞車。好啦，那就是第10個，就是說，大家都終於蓋好了，然後非常的興奮。我這幾天就一直在聽人家什麼淡水的社團啊，就在說什麼橋可不可以通啦？5月9號通車典禮應該可以上去了吧？這樣子，我還，然後有人說可以，然後後來我說真的可以嗎？我自己都被騙了，你知道嗎？然後人家說他在講幹話。但是我阿公前幾天有講了一個我覺得還蠻有道理的話，因為5月9號還是有辦晚會的活動，那他需要一些時間去拆掉橋上那些東西才能夠通車嘛。沒有，那個其實是有說的啦。對，我其實也有查過。
對，反正沒關係，無論如何，他現在已經開車了，然後我們已經很絲滑的接到64上面了。然後今天沒有塞，但是不代表之後不會塞。好了，我們等一下再找個地方停下來跟大家總結一下。我插播一下，就我昨天在脆上面看到有人說，在101那邊啊，可以看到淡江大橋。哦，好，我們等一下就去幫大家照看，可不可以看得到？可我今天沒帶相機，我的相機比較強，可以80倍。好了，等一下找個地方再幫大家總結一下。哦，遠方那一根就是101。我們今天本來以為可能會沒有辦法到達我們目的地，會塞車，其實沒有，還 OK。然後目前感覺是非常的爽，非常的爽。我們今天本來以為我們會遲到，結果好像還好我們應該可以準時哦。這邊呢是以前我們從三重回淡水的時候就要從這邊的交流道下去了，但是以後呢，我們應該是可以一直往那邊，然後就從淡江大橋下去就回到家了。從娘家變成我家，超讚的！這裡可以直接接高速公路。其實我們上了64就已經覺得自己上了高速公路一樣。靠右行駛，上高速公路，朝國一前进。其實你只要一上了淡江大橋之後呢，一直走，它基本上都是快速道路跟那個高速公路了，所以真的非常的方便。我现在超感動了，我們終於是有高速公路的人了。朝國一前啊，換回 Google Map， 畢竟我們也是 Google 的員工。你看這邊下去就三重嘍。我跟你講，我們第一次就這樣絲滑的上了高速公路，太棒了！最快的。幹嘛？好啦，我們終於到了101啦。我覺得體感上呢，應該有比我平常來到信義區快20分鐘。這是體感上啊，因為其實我剛剛有稍微測一下，就是導航上面的時間其實是差不多了。我們走淡江大橋，然後再經過一連串的路嘛，然後跟如果我走淡金路這樣子一路過去到101，其實時間是差不多的，甚至是可以說是一樣。可是體感上真的差非常的多，因为我們上了橋之後，基本上就要碰到紅綠燈的機會就很低了。接下來下來就是到了松山啊這個地方。對，然後常常我們在走到101，從淡水到101的這個路程中呢，比如說我出門的時候看它是1個小時，可是實際上我每次到的時候都已經將近1個半小時，因為路上停很多很長的紅綠燈，而且心裡非常骯髒。對，那重點是我覺得這個最大的影響還是我們淡水的人，然後到八里啊，或甚至到一些桃園的一個西海岸這一個地方，一定會非常有感，尤其是去機場，哇，那簡直就是一種超級大升級耶！對我自己來說，我會覺得我跟外面朋友的社交距離縮短了，然後再來是我會更願意的跑新竹以南去工作。大家都知道他平常多麼不想要拍影片的，然後常常我們影片如果有一陣子沒有出現，就是他在罷工或是生氣，大家很少看他鏡頭下的，而且常常拍了10幾段，然後 NG 的畫面我都沒有用給大家看。你知道嗎？我們一出門就是要2個小時的車程，回來又2個小時的車程，然後中間工時是8到10個小時，而且你每次這個過程啊，前面你還要生氣個1小時，你就沒有。我下次就拍這個，你就沒有生氣。好了，我們不要廢話了，這一集就到這邊，然後給大家體驗一下，然後希望大家，如果有想再看我們什麼體驗淡江大橋的話，可以再跟我們講。看我們吵架就不用了啦，看我們這怎麼隨機。好啦，就先這樣。那我覺得今天算是蠻成功的，而且非常的爽。耶，終於有橋可以走了。好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我现在剪片了，土豆先上去。哎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我趕快走，拜拜。哦，好，開剪了。